最近天气凉快下来了，早晨到菜园里边转转，已经是非常的舒服了。这风迎面的吹过来，感受到凉爽，就觉得秋天马上就要到了。这里也提醒大家一句，7月下旬了，想种秋菜的朋友现在就可以开始了。秋菜的直播还有育苗都可以安排上了，别等到太晚了，来不及了。有朋友说他地栽的黑莓摘了有7公斤了，真是挺多的，树上还有好多。我这盆栽的就没有那么多的产量了。我看看今年把这些果实都摘完了之后，给它修剪一下。修剪的时候顺便剪一些枝来扦插，这样的话，明年我就会有2棵种在地里边了。如果地栽黑莓真的能有那么大的产量的话，那后年可能就能实现黑莓自由了。每天早上都要给这些小鸭加水，看看它们渴的眼巴巴地看着我们，等着我们加水呢。刚才注意到上边的西瓜，这是上一批种西瓜的时候剩下的瓜苗。看看都已经结小瓜了，好像每一颗上面都是。旁边是我们黄瓜的苗，这一批黄瓜应该是我们今年最后的一批了，刚好是在7月底或者是8月初的时候可以移栽到地里面。这一批呢是西瓜的苗，昨天没有浇水，已经有点干了，等会儿还要浇点水去。看到这批西瓜苗呢，我就突然想起来，当时丽丽催芽育种的时候，我跟她说现在已经有点晚了，应该是来不及了，但是她还是想再尝试一下。原因是什么呢？我们种的很多西瓜都是红瓤的西瓜，有一天麦麦看电视的时候看到有黄瓤的西瓜，就特别好奇，特别想吃，就跟妈妈说了，想我们家也种黄瓤西瓜。所以呢，丽丽就在明知道种西瓜已经有点晚的情况下，还是给它催芽育苗，种了这一批黄瓤的西瓜。所以我就在想，是不是天下所有的母亲都是这样？孩子有需求，只要有一线的希望，做母亲呢就会尽可能的去帮他满足，帮他实现呢。又咬我！看看这些鸭子，眼巴巴的等着我给他们送水呢。你别咬我呀，疼！这是我们煮饭用的电饭锅，坏掉了之后，刚好给这些鸡鸭喂水用。有时候觉得家里边养了这些动物吧，很多东西都可以废物再利用了。看这只鸭子都上脚了。好，水来了。哎呀，让我放进去。看看都等不及了。这鸭子实在是太能喝水了，每天早晨要加1次，晚上的时候至少还要加1次，有的时候一天要加3次才行。别着急，慢慢喝。今天周末你们喝完了，我继续给你加。看看我摸摸它们。这些鸭子，小番鸭有时候还挺可爱的。看这只这只鸭子老是想咬我，不过它真的不是真的咬，就是想稍微的啄一啄而已，也不疼。看看这只白鸭，白鸭好像不让我摸。看还是这只鸭子比较乖，比较老实。还有它也是。这鸭子的缺点就是能吃能喝，味道也大。看看我里边用的今年种的麦秆给它铺的，它的里边要经常给它铺一些干的东西来换，否则的话味儿实在太大了。这批麦子还剩了这么多，看看下边这些麦穗都被兔子给我吃了，上边的好多是鸟来啄。我还是尽快给它们喂鸡喂鸭吧，这样的话也不至于浪费太多。想做面包只能等明年了，看看明年我们能不能有很多的时间和精力来处理这些小麦吧。当然明年就是新的一批小麦了，一般我们在8、9月份种小麦的时候还是能有点时间的。刚才摘了满满的一盒黑莓，这些天还不错，每天早上过来都可以摘这么多差不多。这些水蜜桃真是一天一个样，这个也快熟了。现在是麦麦豆豆，只要他们能够到的地方，他们每天也会过来巡视一下，摸一摸，捏一捏，看看是不是熟了。其实检查桃子是不是成熟了也挺简单的，就是看看头部还有尾部那些青色是不是都褪去了。如果完全没有青色了，再用手稍微的捏一捏，也是头部和尾部，如果都有那种软的感觉了，那就说明熟了，就可以摘了。当然也可以在树上多留一留，让它长得再熟点，那就更甜了。桃子的糖分积累应该就是在最后的2、3周变化最快了，可能2、3周前它还是有涩味的，2、3周之后就完全甜了。家里种植桃子的话，如果你能再等一等，让它们完全变软了，那个甜度就又上了一个等级了。今年新栽的苹果树呢，在8月底开花了，居然，这可不是一个好现象啊！这些花如果是明年春天开的话，那就能结不少的苹果了。
现在的开就是完全的消耗营养啊。现在过来看看我们2周前熬夜种的这批西瓜，生长是按照我们的预期进行的，还是挺快的。看这种都已经开始开花了，应该再过个2周就会有雌花和小瓜出现了。看看那边的那几棵长得比较快的，侧枝都已经长出好几条来了。我会让它们再稍微的长个1周或者是1周多吧，就可以开始给它们打枝了。我现在趁着它们还小，先给它主蔓调一个方向，让它们都按照我们预期的方向爬主蔓。这边这条也是这样。还有一个好处是，将来我们整枝整蔓完了之后，我就可以在没有主蔓的这一边统一的刨坑给它施肥了。主蔓都在右边，整整齐齐的，不会影响我们刨坑施肥。看看这颗西瓜，除了这一条主蔓之外，已经又有3条侧蔓长出来了。我们将来整枝整蔓的时候会保留2条侧蔓，比如这个方向可以留下1条，和主蔓一致的方向可以再留1条，这样的话就进行3蔓整枝，其余的就都打掉了。这批瓜呢，因为已经是最后一批瓜了，生长周期有限，所以我们会给它进行严格的整枝整蔓还有追肥工作的。我们这批就不会像以前那样粗放管理了，比较精细的管理，能够促花促果，早点让它成熟，果实膨大。整枝整蔓呢也不会超过3蔓了，集中养分供给给坐住的果实，让它们早点膨大，尽快成熟。地里边的蚯蚓还是挺多的，这只应该是爬出来爬不回去了，给它稍微的埋一埋土，让它被干死。这边是我们种的第1批瓜，我过来找找看有没有熟了的瓜，给麦麦豆豆摘回去一个。这边的感觉都还不熟，这个位置不是特别好找，很多瓜藏在叶子底下看不见。看这些，看大小应该就是不熟的，那边的也不熟。前几天呢，我们摘了一个早春红玉，虽然不是全熟，但是已经很甜了，非常好吃。看看今天还能不能再找出一个，感觉是小瓜很多，但是熟了的确实很难找啊。这批西瓜呢，之前跟大家介绍过了，是属于粗放管理放养的那种，没给它进行整枝整蔓的工作，所以瓜熟的会稍微慢一些。前面那一片呢是麦秆铺的比较多比较厚，所以杂草就长得特别少。后边这一片是当时那批麦秆基本上用完了，所以铺的就比较少。铺麦秆跟铺地膜比起来，效果还是差了不少。不过铺麦秆也有好处，西瓜爬的时候可以在麦秆的地方长出不定根来，地膜就不行。已经看到有些营养不良的这种小瓜了，应该是前面有大瓜。这种小个我们如果看到的话，就给它摘掉，省得浪费营养。看看，这就属于是歪嘎裂枣啊。这些看着应该都是有个1周多就能熟的，但是现在还是都是不熟的。然后这一个看着是有点希望，稍微拍一拍，感觉还是差点事儿，再养养吧。这边已经是瓜田结尾的地方了，这儿还有些瓜。看看这个小瓜，应该是被什么动物给咬过或者抓过了。那儿有2个，看着个头也不小，还是差点事儿。里边那还有一个，旁边好像还有一个甜瓜，看看都是不熟的。哎呀，今天要比较失望了，找不到已经成熟的瓜。明年我不种这么密了，至少让西瓜、甜瓜在它们各自的垄上生长，爬出去之后中间还有走路的地方。现在没有走路的地方了，想到中间去看看都有点难度了。我刚才看到那边有好几个黄了的甜瓜，是大金宝甜瓜，过去看看，如果熟了的话摘回去。这个是有希望，但是感觉还是没有全熟。再看这个，这个是有希望的，感觉差不多了。如果再长2、3天，应该是会更甜。我等会儿看看，如果没有别的瓜就摘它了。还有这种半青半黄的，这是属于过渡期的。这底下这还有，这边还有一片，再往过找找看，看看这几个怎么样呢？这应该也是差不多了，但我只能说很多瓜是熟了可以吃，但是熟的并没有那么通透，不是特别甜。再仔细找找，哎呀，这儿有一个被虫子吃的，这个我得给它摘下来了，看看这个是被虫子还是被什么动物咬的。这儿还有，再找找看。这个我感觉成熟度是最高的了，看一看，用手捏捏呢，我觉得应该行了。看这些大瓜长着，旁边新的小瓜，这些已经是有点营养不良了，把大瓜摘下来。好了，就拿这个回去了，看着挺不错的。这种大金宝甜瓜是属于硬皮的甜瓜，抗病虫害能力比较强，结果的数量和质量也都挺不错的。前面远处还有一批绿宝石甜瓜，那一批是薄皮甜瓜，长得比大金宝要慢，生长周期长一些。
刚才光线不够，这在光线下照一照还是没有黄透，所以应该甜度是没有熟透了那么高的，能吃肯定是没问题了。现在再来跟我第一个备选对照一下，感觉还是第一个备选更黄一些的。就这样吧，反正甜瓜也多，刚才扫过去这一片就有好几十个了。这边这块防草布已经在这里挺长时间了，当初移栽西瓜的时候是准备铺在旁边给西瓜防草用的，当时太忙没时间，就用砖头稍微给它压了压放在这儿，后来就给忘了这事儿了。等下找点时间得把它用地垫固定一下铺起来了。第一批的西瓜爬藤已经爬到防草布这儿了，有时候一刮风，这防草布卷起来会把瓜的尖儿啊还有瓜给盖住，会影响瓜的。你看刚才说这边已经给盖住了，看看这下边，这边也是。哎呀，再这样的话把这些瓜的瓜尖都给盖死了。这些小番茄呀，上次视频的时候已经摘了一大批了，后来又摘了一大批，现在有更多的都变红变黄了啊！最喜欢的就是这个时候了，看着漂亮啊。远处的这些也有更多的变红变黄了，还得找盆儿，赶紧把这些熟透了都摘回去。我找了一圈都没找到一个熟了的西瓜，丽丽一回来就去菜园里边摘了一个。